实力达到问鼎后的王林，在时隔数百年后第一次重返故乡朱雀星时，当年那些与他相识之人脸上会是何等精彩的表情。而这位荣归故里的朱雀老祖又分别给了这些人哪些惊天动地的大礼呢？故事得从王林踏上归途的那一刻说起。此时的朱雀星那叫一个惨啊！一个从罗天星域来的外号大头童子的修士，正把这颗半废弃的星球当成了自家后花园，用他那毁天灭地的神石来回的离地。你想想看，山川崩塌，江河倒流，修士们一个个跟被压路机碾过似的，元神都快碎了，凡人更是直接集体休克。在这种绝对的力量面前，朱雀星本土的强者们是什么反应呢？周武泰，如今的朱雀子心里那叫一个憋屈。当年王林把这位置传给他，是何等的信任与恩情，几百年来他没敢懈怠，又是庇护王林后人，又是扶持赵国，可以说把王林老祖的牌子在朱雀星上擦得锃亮。他以为自己已经做得够好了，可现实却狠狠给了他一巴掌。他的青龙血脉，他的朱雀子身份，在大头童子面前就跟纸糊的没什么两样，人家随手一指他就得吐血败退。这种无力感让他深刻体会到，没有绝对的实力，一切的尊荣与守护都只是个笑话。云雀子这位先彝族的活化石更是满心苦涩，他见过太多风浪，可这么大的浪头还是头一回。面对大头童子，他感觉自己就像是狂风中的一根蜡烛，随时都可能熄灭。他不禁会想起当年那个请他喝酒的小娃王林。几百年过去了，那孩子怎么样了？这个念头或许闪过，但很快就被绝望所覆盖。毕竟眼前这位可是货真价实的亏孽大能，王林在天才，几百年时间能追得上吗？恐怕很难。可以说在王林正式登场前，整个朱雀星的基调就是俩字：绝望。所有人的表情都是那种面对天灾无力回天的麻木与凄凉。然而剧情的转折点来的就是这么猝不及防，而且极具戏剧性。那个不可一世的大头童子在云天宗山门前看到了王林的雕像，接下来的一幕让所有幸存的朱雀星修士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只见这位刚才还嚣张到没边的罗天仙士脸色唰的一下就白了，眼神里透出的是那种发自灵魂深处的恐惧，甚至连连后退，仿佛那不是一座石像，而是能吞噬他生命的洪荒巨兽。这是个什么概念？就是说王林人还没到，光凭一张脸就把一个亏孽大修士给吓破了胆。周武泰和云雀子当时肯定都懵了，他们心里那个荒谬的猜测开始疯狂的生根发芽。难道王林现在的威名已经大到了这种地步？这份由敌人亲自认证的恐惧比任何传闻都来得震撼。紧接着那句穿越星空而来的冰冷质问，你给我再说一遍，彻底点燃了全场。这是对大头童子那句别说毁个雕像，即便是许慕亲来本仙也不放在眼里的质问。那一刻所有人的表情都定格了。对于苦守数百年的铁岩来说，那是恩公终于回来了的狂喜与解脱之泪；对于周武泰和云雀子，那是救世主降临了的震撼与狂喜；对于所有朱雀星修士，那是我们的老祖我们的神回来了的顶礼膜拜。王林与大头童子的战斗在他们看来已经不能称之为战斗，那完全是降维打击。什么雪遁仙术在王林那风轻云淡的缩地成寸和阴阳道念面前就像是3岁小孩的把戏。当王林亮出仙宝天虎旗，让数百罗天修士乖乖退散时，朱雀星众人的心情已经从劫后余生的庆幸彻底升华为了与有荣焉的无上自豪。这一刻他们才真正理解了朱雀老祖这4个字的含金量。这之后便是一场盛大的了却因果之旅，也是王林送出的一系列特殊大礼，对张虎后人一份灵石仙玉和飞剑，这是对当年那位憨厚师兄的一份念想，一份小小的善因结出了一份福泽后人的善果。对杨雄、周子红、海量的仙玉和丹药，这是战友情谊的见证，一份真诚的新婚贺礼，祝愿故人道途坦荡。对赤虎、仙玉和巨魔族先祖之血，这份礼物最为复杂，它既是帮助老友突破瓶颈的厚礼，也无形中拉开了两人之间那已经如同天堑般的距离。赤虎的表情一定是苦涩的，他为朋友的强大而高兴，也为自己再也无法与之并肩而怅然。对周武泰和整个朱雀星，这是最宏大的一份礼物。王林抽取了7颗星球的星魂，尽数融入朱雀星，让这颗濒临枯竭的星球重焕生机，灵气恢复到了巅峰。周武泰那一声发自肺腑的王兄多谢，包含了数百年的敬畏、感激与释然。这份大礼偿还了王林对周武泰的所有人情，也彻底了却了他对这片故土的亏欠。总结来说，王林的这次回归是一场精彩绝伦的众生相。我们看到了故人们在绝望中的期盼，在重逢时的震撼，在受赠时的百感交集。王林送出的大礼也并非简单的金钱或法宝，而是根据不同的因果给予了不同的了结方式，有温暖的馈赠，有复杂的扶持，有沉痛的告别，更有对整个星球的再造之恩。他来时是寻找故乡
乡的游子。他走时已是斩断尘缘的过客，他对朱雀星众人而言是救世主，是守护神，是永恒的传奇。但对他自己而言，这次回归或许更像是一场漫长的告别，告别那个曾经弱小有着喜怒哀乐的王铁柱，然后背负着更沉重的秘密与使命，头也不回地走向那片更为广阔也更为冰冷的星空。